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药老曾经的师弟木果老人夜半偷袭萧炎，却被玄空子的隔空投影坏了好事。第二天，圣长老就将萧炎带回了丹塔，正式面见玄空子本人。萧炎从玄空子那里得到魂技后的不久，丹会正式开始。丹界内，萧炎将捡来的千年地黄金收入纳戒之后，就开启了挖掘机狂暴模式。只因他曾在药老留下的古籍之中看到过，地黄金乃是凝聚精纯的大地之力而生，100年之后，它便是会因为能量的饱和而不再生长。但凡有地黄金能够远远超过100年岁月，那么滋养其生长的必然是其他的天地灵物。想到刚到手的千年地黄金，萧炎挖掘的速度更快了。只是在挖了将近5-6丈之深后，萧炎居然还没有见到那东西。难道古籍说的是假的？产生怀疑之后，萧炎下手的动作都是变得缓慢了些。又挖了1丈多后，萧炎终于准备放弃了。只是转身之际，萧炎突然发现他最后挖出来的泥土里隐隐蕴含着一股奇异的能量。萧炎顿时信心大增，5分钟后，终于是被他挖到了那灵物，一块半丈高、1臂宽，且已经生出地心魂髓的地心玉母。要知道，因其能镇压体内狂暴能量，从而降低走火入魔几率的特性，一小块地心玉母在外界都可谓是万金难求，更不要说是这种体积的了。而这地心魂髓更是稀罕物中的稀罕物，因为这东西能够断魂，没有一个炼药师能够抵挡淬炼灵魂的诱惑。有了它，萧炎能够突破至灵境的把握将会立即上升将近50%。捡到宝了，捡到宝了！将地心玉母以及地心魂髓仔细保存好后，萧炎眼中的炽热持续了好一会儿，方才逐渐淡去。随后脚尖轻点坑底，萧炎便是回到了地面，挥手间将那坑洞填好。萧炎正准备离开，一道笑声却是突然响起：“这位小友，凡是天材地宝，见者有份儿，你这样全部收下，可是有些不合规矩啊。”一名黄衣老者现身道：“躲够了，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藏下去呢。”对于黄衣老者的出现，萧炎并没有丝毫意外。老头子可还没达到见到地心魂髓这等宝贝还能安静藏下去的境界。该老者名为黄奕，实力为7星斗宗。他认为自己能够碾压只有4星实力的萧炎，但他又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，因此施舍般的态度让萧炎留下1半的地心魂髓自行离去。黄奕索要的很是自然，也没想过萧炎会拒绝。可惜萧炎是个头铁的，没有废话，直接放出了地妖魁。感受到地妖魁身上的恐怖气息，黄奕原本含笑的脸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。所幸他也是个经验老道之人，看到地妖魁浑身杀气的暴扑过来时，猛然暴退。黄奕反应不慢，地妖魁的速度却是更胜一筹。眼看着地妖魁的拳头就要轰到自己的脑袋，黄奕立马凝成一只10几丈庞大的火焰鼎炉，狠狠地迎上了地妖魁那对铁拳。两者的碰撞僵持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，火焰鼎炉就碎了。这下踢到铁板了，倒飞出去很远。刚稳住身形的黄奕急忙开口道歉，表示自己立马就滚。可惜晚了，话音刚落，一掌就已经印上了黄奕的后背心。黄奕一口老血瞬间就喷了出来，查着地面飞出去老远。稳住身形，黄奕面目狰狞地冲着萧炎道：“小子，算你狠，不过老夫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我有2个同伴也是一同进入了丹界，他们会为老夫讨回这场子。”于毕，黄奕放出信号，就召唤起了自己的同伴。萧炎见状却是笑了，淡淡道：“你想让你的同伴来送死的话，我倒是不会介意。”闻言，黄奕怒道：“不过是嘴硬而已，一具傀儡有什么好嚣张的？”但看着萧炎一步步的逼近，黄奕还是很怂的将握在手里的空间石捏碎了，期间不忘放狠话，让萧炎等着。丹会结束，他定要让萧炎生不如死。萧炎要是够胆的话，就报上名来。闻言，萧炎乐了，冲着已经快要传送走的黄奕报上了姓名。萧炎2字入耳，黄奕的脸庞瞬间僵硬了下来。这个名字他只听过1次，而那天刚好是萧炎与冰河谷大战的日子。最终，黄奕带着满脸的懊悔消失了。而这边的萧炎一点都不担心黄奕所说的同伴会来找他麻烦，因为他不认为黄奕能够结交斗尊强者成为伙伴。黄奕彻底消失后，萧炎就专心研究起了地图。他决定先尽快将药单上的3种天材地宝弄到手，因为丹界不能久留，丹会这边才是重头。不久后，萧炎根据地图赶到了万药山脉。山脉外围的一片小山丘上有许多的参赛者，就连宋清、曹颖也在。宋清正游说众人结成联盟，一同对抗万药山脉内那只半只脚踏入8阶的绝世凶兽。理由是那万药山脉的很多天材地宝都被该凶兽挪到他的洞府去了，其中就包括众多参赛者所需的任务品。
而那凶兽麾下有着众多实力强悍的魔兽，除非实力达到斗尊阶别，否则绝不可能将任务品弄到手。但只要众人能合力击败该凶兽，那其余的魔兽将会自动溃散。众人都清楚，宋清的话是有着几分道理的，但这里的人没几个是蠢货。8阶层次的魔兽，那战斗力绝对能够与一名真正的斗尊强者相媲美。参赛者们可都是竞争关系，这种时候真要将信任给予他人，那怕真是嫌命长了。宋清明白这些人的顾虑，为此他给出了解决方案，那就是做战前协定，在未将凶兽解决之前，皆不能对同伴出手，违背约定者必将受到其余人的联手对付。宋清的提议令在场的许多参赛者都心动了，萧炎当然不在其列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若是施展毁灭火莲击败那凶兽，其实不难，但在那之后他也将会进入虚弱期。现在有一群大冤种愿意正面吸引火力，自己绕后偷家，不香吗？萧炎正琢磨着怎么实施计划的时候，玄冥宗的少宗主陈贤到了，与之同行的还有2名9星斗宗护卫。杀了他！手中扇子直指萧炎，陈贤喝道：“这2个老家伙居然也是炼药师，难怪陈贤有恃无恐。”原来是在丹界有帮手。眉头一挑，萧炎心下微沉，3人正准备动手，宋清与曹颖却是跳了出来当和事佬，表示先放下个人恩怨，联手过了这万药山脉再说。考虑到拿不到任务品，到时候连参赛资格都会失去，自己又不好服了曹颖与宋清的面子，陈贤咬牙同意了。可萧炎却是没有这种顾虑，当场拒绝并转身离去。瞬间，宋清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既然谈崩了，萧炎又得罪了宋清他们，陈贤不再有所顾虑，扬了扬下巴，就让自己的打手收拾萧炎去了。小子，得罪了少宗主，你还想就这样一走了之不成？2人闪身出现在萧炎身后，一记手刀狠狠对着萧炎的脖子劈下。下一秒，萧炎散了，陈贤飞了。那2名老者见自家少主被萧炎一掌拍得吐血倒飞，吓坏了，立马上前将陈贤接住，给我杀了这个混蛋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陈贤刚稳住身形，就疯魔的怒吼道：“少主之令，哪能不听？”不过2人再不敢让陈贤落单，于是由白长老负责弄死萧炎，另一位则负责护住少主。白长老拎着一柄足有半丈长的大刀，就同萧炎战作了一团。5星的差距到底是难以拉近的。不过萧炎利用战斗间隙完成3旋变第1变后，战局立马就发生了变化。秉承着将麻烦扼杀在摇篮里的原则，萧炎一击震退白长老后，反身就冲着陈贤杀了过去。一直护着陈贤的长老见状，气死了，立马前扑想要阻拦萧炎，可惜一道银色人影突然浮现，缠住了他。陈贤顿时慌了，身形猛然暴退，可他哪里快得过萧炎？脚步才刚刚踏出2步距离时，萧炎的攻击就到了。陈贤虽然反应极快地拧出玄火刀，朝着萧炎的脑袋砍去，但到底敌不过萧炎的蓄谋已久。一阵清脆的骨骼破碎声响起后，陈贤再次变身为飞天喷射战士，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巨大的山石之上，不断抽搐着。众人懵了，宋清暗恨，曹颖兴奋，白长老怒了：“小子，你太过分了！”伴随着一声怒喝，白长老化为一抹闪电，带起凌厉的劲风与杀意，冲着萧炎暴掠而去。萧炎却是在冷笑一声后，再度冲着陈贤而去。生死关头，陈贤色厉内荏地喝道：“萧炎，你敢杀我，玄冥宗一定不会放过你！”萧炎理都不理他，因为萧炎明白陈贤就是条疯狗，他绝不会因为萧炎放过他有丝毫的感激。众尺即将拍到陈贤脑袋之时，萧炎道：“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动歪脑筋的时候多想想后果。”望着那在眼瞳之中不断放大的碧绿火齿，陈贤此时的心里只剩下了后悔与绝望。然而萧炎这一尺终究还是没能拍到实处，宋清突然出手了，土玄地火盾成功阻挡了萧炎的攻势。然而就是这么一顿，白长老的攻势直指萧炎后心，若是萧炎执意要杀陈贤，那后方之人也必取他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萧炎眼眸微眯，一股暗劲通过齿身悄然透过土盾，重重地轰击在了陈贤的小腹之处。下一瞬，萧炎回身对上了白姓老者的攻击，旋即借着冲击波飞速拉开距离，稳住身形后，萧炎目光阴沉地盯着宋清，宋清却是张口指责萧炎为了一己之私损伤团体力量。对于宋清这种挑拨行为，萧炎只觉得有些好笑，懒得再搭理宋清，萧炎召回地妖魁就准备离开。那2名玄冥宗的长老却是在探查完陈贤的伤势后瞬间红温，经脉寸寸断裂，自己的少主算是彻底废了。保护不利的国他们是跑不掉了，因而萧炎这个罪魁祸首一定不能放走。小子，伤了人就想一走了之吗？
那2名玄冥宗的长老齐齐升空，对着萧炎满身杀气的暴掠而去。可惜他们根本追不上萧炎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萧炎潇洒离去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年仔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年仔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